轻点啊！通知1号坑道，组织一次佯攻，把这高射机枪给引出来。这该置办的我可都给你置办齐了啊！天亮之前，这高射机枪要敲不下来。我这个副主任就不干了。 对。打得好！你说我们28号的反击，我们从哪个阵地开刀最合适？秦军长要考我，李副军长，你以会打仗著称，我想听听你的主意。3号阵地是整个战场的制高点，是关键中的关键。但是3号阵地攻势最强，火力部署是最猛的，所以我想从0号阵地出发，悄悄运兵奇袭10号阵地，然后直扑9号阵地，形成关门打狗。到时候虽然3号阵地是佯攻，但是我们提前拿下了10号和9号阵地，就切断了他们增援3号阵地的后援部队。那个时候3号阵地就是我们的盘中餐。好，李副军长了不起呀！这才来了几天呀，对我们的战局是了解的又全面又透彻。透彻有什么用啊？照您这么一说，又没我们12军什么事儿。91团要待命，随时准备进入战场。不管我们的反击顺利与否，敌人都会发动猛烈的反扑。那个时候，要想守得住阵地，那就看你们91团的同志们了。那时候可是真正血与火的考验呀！请秦军长放心，我马上就去安排，也期待你们的好消息。好。志愿军入朝已2周年，回忆2年来，胜利很大，朝鲜的形势变化也很大。除了战线表现稳定之外，更清楚地看到敌人的战斗力是在下降。我志愿军从每月减员22000人。到今年每月只减8000人，而敌人的减员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从这里可以看出双方部队情绪及装备的变化。从过去2年的形势来看，美国已经意识到这样继续拖下去，所得到的东西唯有死亡。再也没有别的希望。因而朝战终究要停下来，在时间上不会太远，但也不是容易或马上就能实现的事。少元，顾泽元，醒了。连长来了。哎，
哎，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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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3号坑道的战士们听1号坑道的战士，再来点水，正好给少爷们送来。相关同志，就给大家分一下。替我谢谢3号坑道的同志们。另外，双喜同志入党的事情，我向上级汇报了，上级同意。正好你在这儿，咱们把这事儿办了。好。请双喜同志举起右手，跟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保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宣誓人胡万仓，宣誓人双喜。宣誓完毕。请大家一起歌唱国际歌。起来，请看救国的努力，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大河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不输英雄榜，便图烈士碑。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中国人民不愿意打仗，是帝国主义打到家门口了嘛？我们要保家卫国，既然打，就得打疼他，让他们长记性。只有完整的胜利，才能换来世界的和平。下一组。下一组。等等，我碰到枪。政委，军里搞了那么多物资，不能卡在我手上。今天，就算是我们都死在这条路上，也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那等你回来，咱们知道。好，炖好了肉，等我们回来，
给我上！葛大旺同志，你怎么来了？慢点，慢点。葛大旺，你小子可以啊，拖着一条受伤的腿从交通线爬回来了。我这伤算啥呀？我好多战友都牺牲了。军长，我有事儿要报告。交通线对面山上有敌人的高射机枪点，他们能看见我们。你这个情报很重要。葛大旺，坑道里的情况怎么样？说实话吗？当然。警卫连损失很大，他们一路上带的东西基本都丢了。坑道里因为人多，现在没有水，没有药，甚至连弹药也快没有。他们特别艰难。我听说你是三旺的哥哥。老三，保重啊！三旺。三旺一直跟着我，在我身边是传令兵，是15军的骏马。你上了前线，他最关心的就是8连的战报，知道吗？好好养伤吧。山上送下来的伤员葛大旺反映，有一门高射机枪封锁着我们的交通线。我现在已经安排警中上去了，把加农炮给你们搞到山上去。你们现在想想办法，怎么把它引出来。是。以我的观察，敌人的观察哨应该就在那几个山头里。咱们在这儿不能太长时间，容易被敌人发现，那到时候就糟了。书记，哎，对面山头，你负责观察，一会儿我小灯枪下去转一圈，到时候敌人发现我们之后，一定会向我们开火。你一定要把那个暗哨给我找出来。去，书记，小心点，保重，常常务。装备鞋。你干嘛？轻装上阵跑得快呀！开什么玩笑！战前锋，我告诉你啊，子弹可不长眼，你不能去。连长，你是指挥员，你得待在指挥员的位置上。这是战场，你听我指挥。你要是牺牲了，咱们连队谁指挥啊？这事没商量，这是命令。战前锋！또 왔네. 기관총 사수한테 일어나서 벌레 잡으라고 해. 원래 그 위치. 네, 알겠습니다.
来，轻点，轻点。对，把炮落到那上面。哎，炮放到这儿来。对。副主任，你是不是搞错了？他们让我们把炮搞这上面去啊？段晓峰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电话，确定地点，就是这儿，不会错的。不是副主任，这怎么上啊？我也很想问问这个段晓峰，怎么上？处长好，老吕，哎，我来看看屋后头的炮。好好好。来，署长。哎呀，哎，来，哎呦，哎，挺沉啊，好家伙啊！啊，哎呀。好啊！哎呦呵，小朱，哎，来，你来试试，挺沉的啊。是，哎，这战士们行军的时候背着它，可够辛苦的啊。只要威力大，再沉愿意背。哎，我听说现在运输线还有些问题哈。是啊，首长，主要还是车辆的问题啊。总共100多辆车，剩下有10多辆，每天还要送这个紧急物资，是吧？这个炮呢运不出去，所以其他东西就运不进来。你看很多东西啊，都堆在外边，在那晒着，我看着心疼。是啊，我听说运输线的战士们，为了运物资，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我这个当军长的也不能坐视不管。你放心吧，车的问题，我给你想办法。谢谢首长。老吕啊，到，带我看看他们。是。这个行。这是存放志愿军烈士遗物的地方，我们叫它英雄冢。上甘岭战役，参与后勤运输的部队有8000多人，伤亡了1700多人。虽然他们没有和敌人面对面战斗，但同样为胜利流干了最后一滴血。这些遗物的主人，他们有的找不到遗体，有的找不全遗体，但他们信念如铁，忠魂似血。安息吧，战友们。
戴手套的这个人叫邓大志，是个汽车兵。他把自己当成诱饵，把美国的飞机引进了高炮部队的火力网，再用手榴弹将汽车点燃，照亮天空，为高射炮指示目标。他挽救了整个汽车运输链，他把这个叫做汽车撞飞机。在战场上，有一种牺牲，叫尸骨无存。这里每一件东西后面都有一个尸骨无存的英雄，都有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朝鲜战争成为两党候选人的关键议题。在投票前夕的10月末，对朝鲜战争一直态度暧昧的艾森豪威尔，在伊利诺伊的造势活动中，第一次明确宣布，如果自己当选，会亲临朝鲜战场，以安抚国内大量的士兵家属。共和党因此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而民主党此时在朝鲜战争的态度上陷入两难。已经无法继续不计代价地打下去。 They only give us this much ammunition. Congress want to hurt but wouldn't spare the bullets. Simply hopeless. Have you heard? About what? The Democrats' election's in danger. Are you sure? Well, my sources in the Democratic Party sure seem to think so, and I believe them. The polls show Eisenhower safely in the lead. Even the Democratic base in the South is shaken. No wonder my ammunition is cut. But why? They think that if the Democrats remain in power, then McCarthy will continue to attack them using dirty tactics. Might as well give the presidency to the Republicans and let them take care of McCarthy. These disgusting sons of bitches. What do you think Eisenhower's attitude will be towards the Battle of Triangle Hill? It's all coming to an end soon. Eisenhower is a man who is both tactful and iron-fisted. No matter how tactful or iron-fisted he is, he will end this war first chance he gets. You mean he's a contradictory person? I don't know if he's a contradictory person, but if he's tactful, he will quickly reach an armistice with the Chinese. If he's iron-fisted, he will use atomic bomb to blow China to the stone age. It's time to play my last card at Triangle Hill. I don't want to end this war on this note. I don't want to die with regrets. Last card. You actually have another card? It's literally called Operation Showdown, where we lay all the cards on the table.参谋长，我替你算会儿。不用。隔着门就听见你算盘珠子的声音了，比过年的鞭炮还响呢。可不是嘛，这仗打的，把咱们的孔明先生都逼成账房先生了。参谋长，说说现在的情况。好，我们现在的计划是在反击之前，秘密向一线坑道运送至少15个连队。15个不够，至少18个。我同意。好，我记下来。还有炮弹，我们是按照5个基数备弹。5个不够，那就10个。
20个基数，20个基数，我们上哪搞那么多炮弹呀？军长，我们的运力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这牵扯着人、牛、马。我再给你87辆卡车，够不够？军长，可能光有卡车也还是不行。我们的运输分为3段，开始的时候是用卡车运一段路不行了，要改骡马，再运一段骡马都爬不动了，就要靠人来背。最后的8公里是非常难的。这个情况我知道。最后8公里确实很困难。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现在的运力只够储备最多10个基数的炮弹。那就把炮弹和物资分开运。大炮的炮弹由各师团的炮营自己运，轻武器弹药军部帮着运，各师团参战部队的弹药自行携带，这样行不行？这听起来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你嘟囔什么呢？军长，我们运力还是非常紧张。紧张？那就所有人都跑到交通线去运物资，包括咱们在座的。范弗里特的弹药量没把我们15军打垮，现在该让他范弗里特尝尝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走，来进！小心！看到没有啊？来人！好。走。1、2、3。来，慢点，慢点，拿稳了啊！军长，我们把炮已经拆解了，但是没能送上去。当年腊子口我们都上得去，还有什么山是我们的炮上不去的呀？看着没有，工兵营给你们带过来了。哎，战士们去搭把手。快去！绑结实点啊！慢点啊！轻点啊！大伙儿小心点啊！这炮苗、炮身、附近机千万别磕着了。慢点儿。军长，天太黑了，目标不好瞄，我怕打不准。参谋长，通知1号坑道，组织一次佯攻，把这高射机枪给引出来。是。季副主任，这该置办的，我可都给你置办齐了啊！天亮之前，这高射机枪要敲不下来，我这个副主任就不干了。
应该就在这一边，就在这点火吧。把它铺开。准备，放！成长了！打得好！参谋长，军长，给晋中记个3等功。是。这动作小声点儿。你这招真厉害！这是4两拨千。这大反击一天天临近了，大家说说有什么计划？弹药物资该送前线的送前线，该上山的上山。军长，请放心。10个反击连队都已经开始组建，军事机关派到市里的干部们正在协助他们进行培训。交通线通了，这是一时的胜利，敌人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等着我们反击的。军长，范弗里特，看看他还能出什么招。上甘岭打了10多天了，是啊，10多天了，消灭了8000多敌人。美国人一直在吹啊，说上甘岭之战是他们1年来最大的攻势。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个最大的攻势，就是他们巨大的失败。敌人的炮火很猛啊，上甘岭上的山头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坚守阵地的部队一脱坑道，不但能主动配合反击，还能独立自主地消灭敌人。这一仗，就是要让敌人明白，在战场上他们是没有希望的。好，这样，我们联名致电15军，并45师全体同志，同时通报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嘉奖15军上甘岭作战。除了通报表扬啊，还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是。今天，志愿军司令部、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联名通令嘉奖45师，勉励我们再接再厉。这是我15军在朝鲜战场1年多的防御作战中获得的最大荣誉。但我很明白，自己为这个战斗出力并不大，指挥上存在的缺点也甚多。战斗并未结束，还需更加兢兢业业的努力。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我们必须用更大的胜利来回答上级的勉励，用更大的胜利为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复仇。敌人必须歼灭，阵地必须夺回。主席说的对，要一点一点地打败他们。军长，你快看，这是从日司带回来的报纸，满篇都在讲上甘岭啊。新华社已经连续报道啊，咱们15军沾光了。
兵团的领导还说啊，现在治司、军委乃至毛主席都在关注上甘岭的一得一失。这里不仅成了朝鲜战场上的聚焦之处，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啊。荣誉是战士们的。你跟我去一趟45师。啊，嘉奖令我已经发给崔师长。哎呀，也别提嘉奖令了。28号就要大反击了，全国人民都看着呢，我不放心。前进！军长，为了大反击，军里又给45师补充了1200个新兵啊！我看这小伙子们都挺精神啊，士气不错。45师的兵，您尽管放心，这不刚刚颁布嘉奖令吗？大家伙的热情更是高涨的不得了。别老想着嘉奖令，这练了几天了？5天啊！拼刺动作有点生疏啊。是，拼刺是最难练的，新兵需要老兵带，老兵现在确实少了些。不过您放心，我会让坑道的部队送些教官下来。啊，这28号能组建几个反击连队啊？我加把劲儿，保证10个反击连队，一个也不少。迫击炮弹储备的怎么样？已经运上去12000多发，那就是10个基数。10个基数。老崔，我跟你说啊，这仗要打起来，这也就是1天的消耗量。虽然运输线有了保障，但是最后上山的1公里实在是困难。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想好了接力的办法。28号能运上去多少？我再加把劲儿，2万发炮弹，保证没有问题。好，老崔啊，现在治司、军委乃至毛主席和全国人民都密切关注着上甘岭的一得一失。28号的反击是决定性的，只要反上去就不能丢。你必须给我守住。是，请军长放心。师长，那份反击作战报告，您不交给军长？反击报告哪一份？就是您让我连夜赶出来那份，主要内容是45师自己大反击，获得全面的胜利。不需要29师的辅助。别扯淡了，没看出来吗？军长对咱们的准备还不太放心呢。28号10个反击连队，2万发迫击炮弹。崔师长久经沙场，他说再努力，保证不会给你掉链子。我相信老崔能完成这个任务，但只是刚刚好。我希望的是16个反击连队3万发迫击炮弹。我要的是万无一失，不是刚刚好。但是10个反击连队2万发炮弹，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除非大反击的时间往后延迟。军长，28号大反击的时间是15军党委共同的决定，兵团和治司已经批准了。关键是战士们的士气都被鼓舞起来了。坑道部队的承受能力已经到极限了，军长。Captain Jesse of the 187 Airborne Regiment Task Force. You guys are finally here. We've been waiting for the orders, but the commander kept saying it wasn't the time yet. I assume he's willing to end this now? I need some useful intel. I want to know how were you defeated by the Chinese? Useful. Can you tell the sun not to set or the moon not to come out? I see the Gooks did well. I can't believe they came up with the idea of firing anti-aircraft machine guns to blockade their transport. Even I thought it was cruel.
Even crueler methods wouldn't stop the Chinese. Every time we come up with a new tactic, they just find a brutal way to counter it. Don't believe for 1 second that the Gooks managed to blockade the Chinese with their anti-aircraft machine guns. Trust me, right now, the Chinese are coming up with God knows what plan to deal with the Gooks. They give it 3 days. Gooks will come running back with their tail between their legs. You're afraid of the Chinks? They're not Chinks. Chinese. There's really nothing else you can tell me. Bale is the liaison officer I assigned to you. He's waiting for you. Sir. 重整旗鼓，准备再战，不歼灭进犯的敌人，不恢复原有的阵地，就绝不停止战斗。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各师长在认识上完全一致，决心明确。15军的同志都一致认为，仗必须打下去，并且在打的方法上都统一起来了。我们争取不用91团，由45师和29师先打回全部阵地。这样的话，对美军的压力更大，也是最理想的。接通1号坑道，段副连长，我是杜文锦。刚刚破译了一条情报，美军一支先遣部队上了597.9高地，597.9高地上2个坑道失去了联络。张希，有。飞机同志，今天的数据。文锦同志，你的眼睛怎么这么红啊？哦，没事儿。不对，你这是伤口发炎了。我能坚持，快忙吧啊！没事吧？我就是个废物，这点事儿都做不好。别瞎想，我们还得你帮忙校对地形图呢啊！走吧，哎，我来。是啊。Thank you for your help, Captain Jesse. Cheers. If you guys weren't so incompetent, we wouldn't have to come all the way from Tokyo. I admit that you are careless this time, but before us, your 7th Division made the same mistake here. You guys are really something. You killed the Chinese in the tunnel and were able to live in their filthy and cramped place, right? Don't forget, we are the infamous 187 Airborne Regiment. I know you guys had a hard time. I would advise... No. We will stay in that tunnel
To eradicate all the Chinese rats and get familiar with their unique scent. No. I was hoping you guys would work a little harder.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Why don't you take up the sunglasses and take a closer look at my proposal? The Chinese are not going to sit back and just watch you wipe them out. They will counterattack. There is a sneak attack. So I suggest you be better prepared. For example, more weapons, more men. I must agree with Colonel Kim here. It's a shame I can't help. I've been reassigned.别动！回来！他们有特别武器，能在黑暗中看清我们的行动，都别动！嘘。这是为大反击准备的弹药库。把蜡烛都吹掉，吹蜡烛。 刘姐，什么方位？应该是597.9高地的8号阵地。今晚坑道8台攻击的位置。对，马上联系1号坑道。转接1号坑道。转接上索里。这里是菊亭县597.9高地8号阵地附近发生爆炸，你们了解到什么情况？ 什么？是我们的弹药库吗？报告，彭连长来了。哎，没去，赶紧坐下，你伤没好呢。没事。段海峰呢？他带双喜出去了。出去了。 刚才报告你听见了吗？那个位置是咱们的弹药库啊！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你们俩去哪儿了？说话呀！美军先遣部队被我们歼灭了。那弹药库也是你炸的吧？啊？你小子！弹药库怎么回事？我炸了。喂，师长，我樊百胜。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弹药库爆炸？这事我知道。那个，我是连长，这事我负责。你们俩马上给我滚过来！是。没事，我去。啊。要不我跟军长求个签儿？没有。陆少注意安全。嗯。文锦同志，你放心吧，1号坑道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我会及时告诉你的。我再打最后一个电话，转接1号坑道。51号坑道8连。我是菊汀县杜恩姐。怎么了？段显峰，段连长他在吗？副连长他不在了。好，我知道了。走吧，文姐。嗯。你咋不说副连长关禁闭去了？不在了，这听着多奇怪。你傻呀！副连长对咱们平时这么好，他被军长关禁闭这种事情，我能说吗？要说你说去。谁说我要去说了？我就是觉得你这个词儿太没文化了。出于安全距离的考虑，我军在炮火掩护后的冲锋，距离通常超过100米，而敌人却有足够的时间回到防御阵地，对我们冲锋部队形成巨大杀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经过测试，我与高风亮配合，可将安全距离缩短至70米。可是这还不够，50米才是最佳距离。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队长，是军里出什么事儿了吗？一个战士从禁闭室跑了。这个段先锋，队长，段显峰如果跑了，也是奔着上甘岭去。我给他抓过来。去吧。是。你等一下。
我让李副军长给你派几个兵，你带着去。是。倒回去。停。把烟给我。军长，您这是？手电。哎呀，今天这水喝多了。哎呀，背过身去。是，别看像是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当然知道。我可以接受一切的处罚。你把问题想简单了。误炸弹药库的后果很严重，影响到整个大反击的成败。请求军长不要让我离开战场。我就不该带你来。您既然带我来了，我就不会这么轻易回去。我知道我犯过很多的错误，但我只想打赢这场仗。想赢你得有点方法呀。假传命令，误炸弹药库，逃禁闭。那我能怎么样呢？那是一群带着夜视仪、穿着防弹衣的美军，已经干掉了我们2个坑道。如果我不炸，他们会一个接一个的把我们的坑道都占领了。我假传命令是不对。莫远来到坑道的时候，坑道里一片哀嚎，混乱无序，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怎么打仗啊？当然，我理解你的命令，但在坑道确实有特殊情况，我们都是为了胜利。
不要拿为了胜利当借口。我参加过的战斗比你多啊，我面对过的生死抉择恐怕也比你多。我们向来是冒着炮火前进的。严格执行命令，才是我们一直胜利的原因。让我戴罪立功吧，哪怕回来您枪毙我。你叫什么名字？段显峰。秦军长，我想加入你们15军，赴朝作战。南京军事学院想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获得真实的战争体验。请首长批示。段参谋，快长出15军的骨头了。这是这段时间我在前线阵地经过观察和了解，总结出的有关步炮协同的全部思考。现代战争取胜的关键就是步炮协同和地空协调。我们没有美军的弹药量，取胜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比他们更高超、更灵活的步炮协同战术，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接着说，美军在进行步炮协同作战时，他们的弹幕与步兵的安全距离根据不同的炮种在200米到800米之间。而我和咱们炮指的高副指挥做过测试，当我在一线为炮火做引导时，我们的弹幕安全距离要比美军少一半。这就需要一个有作战经验的人在前沿将我炮兵群的阵地位置、目标距离、炮种、火炮口径等信息全部掌握。将风速、射角误差、跳角误差、弹道系数、散布计算等数据全部统计出来报给炮兵，这样我们就能打出比美军准得多的火力。炮兵侦察员办不到吗？能快速计算和综合判断这么复杂的参数，又有步兵作战的实际经验，对炮兵有了解和观察，还懂得美军的思维方式。这样的人未来也许会有很多，但是今天这儿有我。我向军长申请，让我去前沿阵地做炮兵观察员。
同志们，离28号的大反击已经不足24小时了，你们各师都准备的怎么样了？参谋长，45师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我手里现在有10个齐装满员的战斗连队，随时可以派上去。我们44师虽然这次担任助攻任务，但部队的士气好了，一线部队已经在391高地跟敌人接上火。我们损失了一部分炮弹，火力受了严重的影响。你如果只依靠步兵去攻打阵地，成功性有多大？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同志们要考虑一下。187空降团是范弗里特的精锐部队啊，他舍得从这个团调兵，说明什么？这是要跟我们摊牌硬碰硬啊！如果阵地反击打下来，你守不住的话，那战士可就白死了。军长，损失的弹药我补得起。我也可以抽调警卫连支援45师运送弹药，保证在总攻前完成任务。军长，范弗利特他派的是精锐，可咱们15军打的就是精锐。军长，你的担心是什么？我们不能太乐观了，同志们。是，美7师是被打下去了，但是建制还在啊。而且范弗里特手里还有美40师做预备队，这一点不能不防。坑道代表们反馈上的意见，我们要重视啊。崔建功，有。如果美7师和美40师都扑回来，你守得住吗？你反击能成功吗？有多大把握？我敢肯定的是，美军一定会不断地补充自己的兵源。上甘岭这场仗，光靠15军是打不完的。军长，12军91团已经到位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上他们？12军就是志思和兵团派给咱们的预备队，我觉得28号可以打。12军，人家12军是部队整修半道直接给调过来的，我们当甩手掌柜，人家就是来，我们也得给人一个完整的阵地，同志们。崔建功，我给你2天时间准备，你给我拿出一个详尽的作战方案来。军长，要是真能再多2天，美国人就是再来2个师，我也能把他们轰回去。军长，这2天的时间，我们15军内部可以协调安排，但是12军的李副军长，他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2军协同作战，步调得一致啊，思想得一致啊。12军李副军长李德生。马参谋，有，你跟我去一趟12军。是。军长，我问一下，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啊？我是说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毕竟他干掉了美军187团一个先遣队，毕竟坑到里。你就别操他的心了，让他好好反省反省。我跟你说啊，尽快拿出反击的方案啊，就2天。是。司令，预备，全军站好，李副军长已经在里面等您了。好，咱们从军部过来，路过45师指挥所，到12军这儿，开了多长时间？差不多1个多小时吧。啊，其实都是一个山沟里。是，军长，这儿是不是太危险了？
是不是让礼部军长把指挥所往后方挪一挪呀？哼，你不了解他，他恨不得把指挥所就建在阵地上，往后挪，那他就不叫李德生了。大晚上搞突袭，又有新指示。大反击推迟到30号。可以。30号反击，就有多2天时间准备。我们先打597.9，计划就稳妥了。后续打537.7，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里。没错，多2天可就不一样了。到那个时候，就算是美70和南20一块压上来，我们也有把握把它干掉。可是坑道里的同志们就要多苦2天了。他们不知道要挨敌人多少炮弹，要承受敌人多少次进攻。他们早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我们12军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拉上去。李副军长，我今天晚上过来，有些话就是想当面跟你说。我知道你们杀敌心切，但是事实是12军刚刚过来，很多干部和战士对于敌人部署、对于地形的掌握，还不是那么熟悉啊。所以我建议30号的大反击，你们12军先不动，15军接着顶。你们作为生力军，一定要用在最关键的时候啊！我知道你推迟大反击的理由，但是你应该明白，对上甘岭的支援仅靠我们3兵头安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志思的统筹协调，上甘岭的战斗坚持不到今天。我知道。那你应该知道，志思根据上甘岭战场的变化，做了及时的调整，已经把秋季的专属反击从原来的10月22号结束，延至10月底。我明白，王司令。我们会配合整体的作战计划的。我15军还是利用坑道的战术，继续吸引消耗敌人，以此来赢得调整和部署的时间，然后组织决定性的反击，从根本上扭转战局。金继伟啊，推迟大反击，哪怕只有半天，对志思的工作方方面面都会造成影响。不光只有你一个15军呐。我就说一点，王司令，28号的反击，上甘岭597.9高地，我肯定能拿下来。如果你要是再多给我2天的时间，我不只能拿下来，我还一定守得住。哪怕是美军调回来，我一定誓死守住上甘岭，把克拉克打到谈判桌去。哪儿来的信息？信息来自于坑道里的战士们。关于大反击的事，战士们是各抒己见，但是决心是一致的。只要拿下阵地，就一定要守得住，哪怕多熬几天。王副司令，我坚持大反击要推迟到30号。
这一仗打的不是个人荣誉，打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气势，打的是中国人的尊严，打的是世界的和平。王副司令，我秦继伟。秦继伟，我是邓华。邓司令好。秦继伟，我代表制司告诉你，30号的大反击，制司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是，谢谢首长。段副连长，你的禁闭解除了，军长让你先回宿舍休息。不用休息，我要回前线。段副连长，你怎么了？段永鹏同志，来看这边，这边。医生，我什么时候才能再上前线？你还上前线？你现在结膜炎非常严重，你现在需要休息，必须卧床1周。1周？不行，我得赶紧回前线了。哎，段永鹏同志，段永鹏同志，同志。爸爸，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是全班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
我的同桌就没有入队，没有红领巾，所以他就老说我的红领巾不红。因为老师说红领巾都是用先烈的鲜血染红的，我不是先烈的孩子，所以就算有红领巾，也不会是鲜血染红的。我很讨厌他，但是昨天他有一颗水果糖，给我舔了一口，真甜，我就不那么讨厌他了。他说这是他爸爸在朝鲜打仗立了功，政府发的糖。您立功了吗？我们家什么时候可以发糖？您一定要立功，比他爸爸立的功还要大的国际功。到时候我们家也有糖发，我要带给全班的同学吃，你说好吗？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进队里。老师说我的队里进得特别标准。你带着立功的大红花，我带着红领巾敬礼，那多好啊！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您的女儿妙生。王罗，军长，我叫的是王鲁。王鲁，王鲁，局长。王鲁牺牲了。警卫连随时是要上前线的，你敢不敢？我敢。